沙粒。自黑猴发售后呀，选虚幻五引擎开发大作就如同版本答案。目前虚幻五打造掩人一块和高画质、高品质画等号，可能一些老玩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前几年的网游就很流行虚幻3引擎打造，油腻世界正在等人。虚幻五引擎靠一上手和资产共享模式，让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小团队有了做3A 的可能性。但门槛低所带来的低 buff 嘛，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大家会给近期上市的虚幻五游戏普遍优化水平打多少分呢？之所以大家会感觉虚幻五游戏要求极其苛刻，是因为不少厂家强制玩家用 Lumen 光追，哪怕开发商把 Lumen 限制为纯软件光追，对中低配和移动端也很超前。而多数虚幻五游戏只要把全局光照、阴影、反射3项拉满，就等同于开启了最高质量档的 Lumen 光追。实测仅降低全局光照一项，好几款虚幻五游戏能够提升20%到30%的帧数，有的甚至能超过100%。适当的降低阴影、反射质量，收益也非常惊人。且只要不开最低，没写轮眼很难看出画质差距。传统游戏一般会对同一个物体做多套模型，根据玩家视觉加载粗模和精模。但自从虚幻五有了 Nanite， 厂商不用建多套模型，把精模丢进虚幻五自动优化完事儿。坏处是 Nanite 不支持半透明材质，导致虚幻五处理植被这种半透明物体，尤其加上锋利动画后异常吃性能。你敢信这是5080的帧数？一旦场景没有植被，帧数暴涨。所以降低植被距离、植被动画对于大部分的虚幻五游戏有奇效。很多虚幻五游戏还有一个不友好的地方，材质高清化后特别吃显存，且现在很多玩家遇到帧数低就想靠拼好帧，殊不知帧生成会额外增加显存，更卡。我们仔细看显存占用瞬时飙升这一下，是不是熟悉的卡顿？总而言之，如果想给显卡续命，需特别留意虚幻五游戏中全局光照、阴影、反射、植被这4大魔王，其余多数特效对帧数影响非常小，或者要到特定的场景才能感受出差距。一口气全降只会白白影响画质。更需要切记的是，显存不够时千万别指望真生成。是不是一些观众已经头大了呢？不要慌，今天要分享的是入门卡如何在虚幻五时代尽量续命，中高端呢在不尽量损失画质的情况下提高帧数，旗舰卡开启虚幻五的隐藏特效，获得远超 4K 的究极画质。这次方案适用的显卡为160 Super、1070 8080 钛、2060 60 Super、7070 Super、8080钛、3060 70 8090、4060 70 8090、5060 70 8090、AMD RX 590、6600 6750 GRE、6800 XT、7600 7700 7800 XT、7900 XT、XT GRE、9070 XT、英特尔 A770 D580以及主流3040 50系游戏本全能版。首先是被问炸的明末。如果你是6到8G 显存的卡，一定要结束微软浏览器进程。实测多开一个窗口就吃你几百兆显存。当你能保证显存都能用于游戏时，仅用降低虚幻五4魔王抄这一套设置即可。这是1660 Super 1080p 优化前。而这是优化后。如果用此设置打 BOSS 有些掉帧，可以降低1到2档材质和体积物。当然，6G 显存就别开 FSR 真生成，植被多的场景必爆显存掉帧。但如果你有一张3060 12G， 那么恭喜你 2K 随便浪。这是3060 2K 全特效，这是降4魔王加 DLSS 超分。而这是3060 2K 优化加 FSR 真生成。不仅是 N 卡，入门 A 卡甚至是 I 卡都能用。
此轮椅4060、5060、2K 基础帧都有70-80帧，开4倍插帧，直接就是电竞级帧数。如果你的显存有10.5G 以上，性能能够达到3080段位，直接可以超这一套上 4K。这是4070 4K 优化前，而这是 4K 优化后。旗舰卡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拉高1到2档全局光、阴影和超分。同样的，此轮椅还能跨服到33号远征队。入门显卡只用规避4大魔王，拉点 DOSS 或者 XESS 就能够完美流畅。主流的4060、5060笔记本，此设置真正成简直可以乱杀 2K。如果你想过场动画不锁30帧，可以考虑开老黄鸭。高能卡只用把4魔王降低1档，就可以畅玩 4K。此轮椅呢，也可以无痕转移到老滚4重置，只用将 Lumen 从硬件切换为软件，规避4魔王，略微降低后期处理。1660 Super 就可以60帧畅玩 1080P， 3060爽玩 2K。除了写实3A， 暖暖这种虚幻5 2优，这一套轮椅也是可以用的，只是暖暖把全局光照和反射统一成了光照质量。只被归纳到了场景细节，只要按照这么设置，你会发现1660 Super 这种7年前的1000元卡都不用焦虑。3060 12G 就可以爽玩 2K。如果你没有看到自己的卡，可以搜索一下显卡天梯榜。只要在7年前的1660之上，就可以超这一套通用轮椅。有的观众可能会吐槽了，优化就是降特效吗？我5090看这个就是浪费时间嘛。哎，我玩的虚幻5游戏咋就没有这4魔王呢？不要着急，只要是虚幻5游戏，哪怕设置菜单没有细分选项，也能调整 Lumen 等级。如果你是旗舰卡，想不想获得画质增强呢？目前市面上有一类虚幻5游戏，属于是官方主动阉割 Lumen 来达到优化目的，典型案例就是帕鲁。所以特效中你也找不到全局光照。作为一款联机游戏，我很能理解制作方为何会禁用 Lumen， 但如果你的显卡实力能摸到5070这个水准，那么恭喜你能解锁隐藏终极画质。这是幻兽帕鲁 4K 默认全特效。这是阿狸魔改强化版。哎，你想不想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大多数的虚幻5游戏存档位置都有一个 INI 文件，修改 INI 文件就可以命令引擎，只需要将我魔改的这一串强开 Lumen 光追代码复制到帕鲁的 N 井 INI 文件即可。当然，我怕一些显卡低于5070的观众拿去试，给的参数非常温和。如果你觉得画质还不够高，可以用 AI 搜索虚幻5引擎代码。而有的虚幻5游戏属于是强制光追，又不给你关闭选项，比如说近期火热的《禁地求生2》，此游戏不允许你调试细分选项，只能全高最低。但如果想用虚幻5轮椅也是可以的，和帕鲁一样，我们只需要在存档处修改 NI 文件，这3项分别就是阴影、全局光照、反射，级别3指代最高，数字越小等级越低，我们只需要把3项改为1。而这一项指代的是动态超分等级，4070 Super 以上的显卡在 4K 下只需要把这一项改为50到80，3项魔王等级1即可。这是5080默认 4K 全特效，而这是阿狸魔改 NI 优化版。屏幕前的小凯能看出画质区别吗？
我呢也针对主流显卡设定了合适的 INI 参数。大家也不要看到游戏是虚幻五做的就心生畏惧。优化的关键点不在于引擎，而是要看开发者怎样去合理的应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要给我最期待的 UE5 游戏《影之刃灵》提一些优化方向的建议。优化的本质是美术换性能。大家之所以觉得虚幻五游戏优化差，是因为很多的小厂没钱请美术。虚幻五游戏中也不乏有优化很好的案例，甚至有的能在 NS 运行。所以个人非常建议影之刃令能够限制 Lumen 光追范围，对静态场景使用预烘焙的方案，也就是小范围光追、大范围光栅，这样既保证光影品质，又能减缓玩家的负荷。如果单张地图过大，可以参考双影奇境这种把大地图分割为几十块区域，玩家触发地图切换时，引擎仅预加载差异资产的分时加载机制，并且千万要严格管控 LOD 距离。对于一款聚焦于高速战斗的游戏，稍微牺牲点远景和动态光影，玩家其实很难发现。相反，如果对主流配置不友好，现在的舆论环境足以爆死。做这期视频前，我看了梁博基尼的微博长文。作为曾在盗版横行的年代买过雨雪的玩家来说，看到作者愿意修改左上文悬于三人间的感情线，敢于抹平心中白月光意难平，真的是倍感欣慰。个人也十分认可长文中的一句话，也不仅是做游戏吧，创作者的本质就是先把那点自我认知溶解沉入大地，并在土地的滋养下长出茁壮树木的过程。剧情、塑造简化你都考虑到了，那优化呢？这期节目很长，内容或许很枯燥，但我只是真心的希望电脑配置优化问题不再成为玩家体验优秀游戏的唯一障碍。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各位能够接受这种按照引擎分类的优化节目，那之后可以出寒霜引擎、C 引擎、雪莲花引擎、R 引擎、ID 引擎、锐际引擎等特别优化篇。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再见。